运材料的车子已经到了，这是大哥到城里面去买的材料，有些领条，还有钢筋，有模板。这边到城里面将近20公里左右，这一趟车费应该不少，但是拉的东西也没有多少。哎，我看一下，千万别挂到外墙了。慢点，师傅，小心那个浆了，你们插到哪个浆了？啊，往前头再走，往前头再走点。倒进去，倒进去。倒进去啊？倒不进去，坏了，屁股胀了呀。他技术倒得好，他就倒得进去；技术不好，他就倒不进去。啊，是吧？这么宽的门，差不多4米的大门了。往前头走点。这个车子可能拉得起7、8吨。不超过5吨啊？那这么大的一个货箱，好多钱车费啊？200。可以。200他肯定是赚的。他反正你多重，他跑一趟也差不多这个价。还有一个开口240。还有一个开口240啊，跑得好100，跑得好180左右，别人也愿意跑。毕竟只有20来公里左右嘛。因为拖的也不重。对啊，拉的东西不多。主要是长了一点，就是这个，所以对。开口开的这个200块也正常。也正常。你知道开口240，我也不谈了。反正也行，反正你要他拉嘛，是吧？你没办法，自己车拉不了了。发嘛，发出来了。先丢那个下面噻，先丢那个下面。先240啊，他先发下来。这个这个是70。70啊？你买的太贵了。别人不讲价。不，你也没和他杀价。我是跟他谈的，他开口70，他不还价，1分钱都不还。那低于70我不卖了。你要换一家。70这个我们是啊。70我们买这么大的。你说这个木头我们多少钱？大概1000。这个木头啊，你70，那你就是1000多块钱。加个板子1000块钱。加板子1000啊，贵了。我们买这个不要70，45块钱左右。他不是看着大哥是外地人，说的是普通话，别人可能把价格叫得比较高。我们平时买的话就是40多，因为这个尾径很小，大概也就5、6公分左右的尾径。我们平时买11、12公分的尾径的话要贵一点，最贵的也是在70左右。所以说他这个价格肯定是卖贵了的。但是没办法了，好多事情只能让大哥自己去了。我去做的话，他肯定是不放心的。之前我们因为这个事情也说过一次了，大家还记得吧？之前我们这个燕子他就觉得我和当地人是一伙的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很多东西现在我都不管了，我只管做事就行了。这个模板好多钱一块？30几卖的。那可以，模板还行。之前说那个薄一点的，我说薄了不要。这个模板是这种是厚的嘞，还可以的。但是这个板子没打标，有的打标还贵一点，就要看。他说是30，卖别人卖38。我说别人跟我开口35，我都没买，38。现在便宜点。这树是贵的多，贵最起码20多块钱一根，贵20多。开口70。啊。那个树枝大概整个树枝只花了1000块钱。反正他笑嘻嘻的，他肯定笑嘻嘻的了。他说那个错了树枝，70块一根，少1分钱我都不卖。你换一家了，他是95。你搞错了，不对，骗你干嘛呢？不对，可以买了就行，这个好用就行了。但是比过不。现在几个师傅把这个模板搬到家里面去，尽可能的别晒太阳，要不然的话高温这样子暴晒可能会把模板晒变形。
这些领条啊都要全部搬上去了。这个顶上要用，包括这个墙面，我们要搭一个脚手架，也需要用到领条。之前说是租一些钢管的脚手架，但是想了想也要花好几百块钱，干脆就自己买一些这样的领条，用过了之后还可以再次的给它利用起来。这样的树木呢，实际上用还是挺好用，但是今天大哥买的话，价格肯定贵了很多，一根大概是贵了20多块钱哦。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是什么都不说了。之前和他说过，他就觉得我和当地人可能是坑他，所以呢什么都不说了。看，包括这些泡沫的砖，我也不说了，按着他自己去买，然后他自己去算。这个泡沫砖他也算多了，剩下了这么多，现在没地方用了，只能丢在这边，退也退不了，这都是在浪费钱。反正他自己买的他不会说，如果是我买的，他可能就会说了。包括之前我买的这些砖，他总感觉好像用得多，没想到现在我们整个院子还有很多地方要砌砖，现在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了。现在师傅啊要把这些领条全部搬过来，尽可能的往这边靠，让别人从外面看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昨天是休息了一天，下了雨嘛，但是我们在这边有个小小的东西啊，今天过来就看不到了，一些小物件。我还是担心可能别人在这边玩耍的时候看到一些东西，看着眼红，别人顺手就牵羊把它牵走了。这些领子买过来1000多块钱呢，我们还是要对它负责的。师傅他们在开玩笑说，等把这个功夫做完，这些领子还可以再次的利用。有个师傅就说500块钱给他回收了，相当于这个大概是买了1000多块钱，大概1半不到的价格。然后2个师傅就在这里争，他们说不止500，最多就是300块钱可以买下来。实际上这边房子如果改造完成，这些领子还有模板基本上没什么用，这个大哥呢也用不着，所以最后他可能也会卖掉。到时候大哥肯定会价格比较便宜，究竟多少比较合算呢？大家猜一猜。像这些领子加上模板，大家觉得多少价格和他买下来比较合算？放到车上忘了。刚才师傅说这个领子等你做完工了，和你再买，好多钱？和你买了，把这堆啊？谁要？他们要了。要。啊。再说吧，再说吧。到时再说哦。说不定我到时候说不定我还不给你的。你出多少钱我都不愿意给你。我现在暂时不好说。但是你万一你又自己用得上了是吧？肯定用得上。本来这些。现在我这个目前是只是说临时用一下，后期我说不准，我真的要把它打成木片的，打成木屑的。那也是了。实际上木头的东西怎么用都可以，而且只要不长虫，不被雨淋，放很多年它也不会坏。雨淋的我也不怕，我给放好，我把你放好啊。雨淋呐，我搞那个木屑，专门买木头回来打木屑，那我肯定划不来呀。那个机子你打个木屑要多少电费？你算呀多一点啦，你要算到账了。不要那样算。这堆领子只能暂时放在这边了，家里面也放不下，就放在这边，稍微挡住就行了。今天买的这些材料有钢筋，有模板，有这个领条，总共大概是花了1000多块钱。刚刚我们几个师傅算了一下，整个这个领条加上模板，大概也就700多左右，但是他是花了1200块钱，那整整的是被坑了400多。那为什么现在不参与他的事情呢？之前啊，我们就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，整个打造院子的时候，刚刚进来的时候就有2个女的加上1个男的来找他的一个问题，也就是找到我们这栋房子的改造，就是说我们占用了别人的地。大哥呢就以为这件事是我和当地人一起联合坑他的，
所以呢，最后面他自己去谈不好，我和这个女的我们又当着面谈，然后把这个蓄水池补了1500块钱给这个女的，把事情谈好了之后，稍微我们的关系缓和了一些，但是呢依然完全有隔阂，所以呢现在做的很多事情我什么都不参与，他问我也不知道，问我在哪里买的，我说我没有熟人，让他自己去，所以这些领子就是他自己去买，今天贵了几百块钱，刚才师傅也给他说我们买不了这么多，包括买的那个泡沫砖，现在剩了很多，大概有100多块钱的，他自己一句话都没说了。刚才他又说了一句，我心里也是挺不舒服的，就是这2袋的这个胶水，这个胶水呢是我们在粉刷这个楼顶的时候做那个天沟做粉刷的，他说这2袋胶水叫我去退了，是我买的，我说这个8块钱1袋，我还去退，然后你的外墙有些地方有裂缝的，我们加上胶水和抗力砂浆还要去粉刷的，意思呢不是说这个什么什么，就是我买的东西如果超过的话多的话，那需要我去退的，我自己跑去退，然后他自己多的像那些泡沫砖多的话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了，所以以后这个事情我是完全不会掺和他的，完全让他自己去所有的购买过来，有材料我们就做，没有材料我们就停工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大家觉得我这样的做法究竟是不是对的？或者他一个外地的人跑过来那么大老远，该给他帮助不给他帮助，你们觉得我究竟做错还是做对了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